中國最被高估的10大美食，盛名之下，為何無數食客慕名而來，失望而歸？歡迎收看是非排行榜。中國美食千萬，無數名菜小吃靠着傳說、歷史典故、網紅宣傳被捧上神壇，旅遊攻略寫滿必吃，短視頻不斷種草，無數遊客專程奔赴一座城市，只為打卡一道傳說中的頂級美味。但現實常常充滿落差，滿懷期待坐下，一口入嘴，只剩下巨大的失落。有人直言名不副實，有人吐槽過度營銷，還有人疑惑為什麼本地人很少主動去吃，只有外地遊客趨之若鶩。今天這份榜單盤點中國最被高估的10大美食，先提前說明重要前提，這份榜單不是定義難吃，而是評判名氣、宣傳、實際體驗之間巨大的落差。很多美食在本地人眼中是日常滋味，可標準化流失、景區簡化做法、大眾口味变遷、營銷泡沫層層疊加，拉高了所有人的期待。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，我們客觀拆解，不偏激抹黑，只聊聊盛名背後的真相。第10名，天津狗不理包子。提起天津美食，絕大多數外地人第一反應就是狗不理，100年老字號，文化標籤拉滿。遊客來到天津，總會想着進店打卡。但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，地道天津本地人幾乎不會專程消費狗不理。論口感，它只是一款普通豬肉包子，皮薄餡小，沒有顛覆性的風味。論價格，定價遠超本地街邊包子鋪，性價比嚴重失衡。很多遊客吃完之後，最大感受味道平平，溢價全部給了招牌和歷史。客觀來說，早年的狗不理確實有獨到工藝，但隨着商業化擴張，品控不斷稀釋，它最大的問題是依靠老字號 IP 持續收割遊客，風味沒有同步支撐，高昂定價。當然，不能全盤否定，依舊有人認可它的口感，只是對比它全國聞名的巨大名氣，實際體驗很難匹配大眾期待，常年穩居遊客避雷榜單。第9名，蘇州松鼠桂魚。作為淮揚蔬菜代表名菜，松鼠桂魚憑借極具辨識度的造型圈足熱度，魚肉改刀高溫炸制定型，形似松鼠，淋上酸甜芡汁，宴席出鏡率極高。網紅宣傳不斷渲染它的精緻與美味，可真正品嘗過後，大量食客心生落差。首先，厚重酸甜醬汁幾乎掩蓋魚肉本身鮮香。其次，魚刺細碎，吃起來繁瑣。很多餐館為保證造型穩定，魚肉炸至偏乾，失去魚肉嫩滑口感。很多廚師坦言，松鼠桂魚本質是造型大於味道。古代江南富商宴席看重觀賞性，放到現代普通人餐桌，大家更偏愛原汁原味的魚鮮。不少本地老饕表示，想吃桂魚，清蒸、紅燒遠比重糖重醋的松鼠桂魚更值得反覆品嘗。造型驚豔，風味上限有限，造就了它的高估標籤。第8名，蘇州蟹黃麵。近些年，蘇州旅遊頂流打卡美食，平江路、觀前街隨處可見蟹黃麵館，一碗蟹黃麵動輒100元以上。短視頻不斷渲染滿滿一碗全是蟹黃蟹膏，被稱作江南奢華麵食代表。大量遊客慕名消費，體驗卻兩極分化。首先釐清一個關鍵常識，傳統老蘇州日常很少吃蟹黃麵，本地人吃蟹優先清蒸大閘蟹，想要蟹粉入菜，更多選擇禿黃油拌飯。市面上景區售賣的高價蟹黃麵，大多是商業旅遊催生出來的網紅品類，並非傳承100年的日常菜式。其次，成本貓膩普遍存在，正宗禿黃油需要大量鮮活大閘蟹手工拆取，成本極高。不少門店使用冷凍預制蟹粉，蟹肉占比高，蟹黃稀少，依靠大量豬油、醬油提味，一碗麵條濃厚油脂掩蓋蟹鮮，吃上2-3口極易膩口。很多食客期待吃到純粹鮮甜蟹香，結果滿口油潤，蟹味淡薄，高昂定價，巨大的期待值和實際風味形成強烈落差。少數私房老店可以做出地道水準，但普通遊客很難分辨。絕大多數游客吃到的蟹黃麵很難匹配它的身價與名氣。第7名，北京豆汁。
豆汁絕對是美食圈頂級爭議話題。在北京土著心中，一碗豆汁配焦圈、辣鹹菜是刻在骨子裡的清晨煙火。但对於90%外地遊客，第一次嘗試堪稱味覺衝擊，發酵產生獨特酸澀餿味，很多人第一口直接勸退。為什麼說它被高估？大量旅遊宣傳渲染，來北京一定要挑戰豆汁，把它包裝成打卡任務，不斷拔高期待。很多遊客誤以為是特色美味，而不只是地域特色極強的發酵小吃。它不存在好吃或者難吃的標準答案，核心矛盾在於宣傳沒有告知大眾口味門檻，把一款受眾極其狹窄的發酵飲品包裝成全民必嘗美食，無數人慕名嘗試之後收穫巨大落差。第6名，杭州西湖醋魚。西湖醋魚，杭幫菜標誌性名菜，擁有南宋流傳的歷史故事，曾經登上國宴，是杭州旅遊繞不開的招牌菜，也是全網吐槽最多的傳統名菜。正宗古法要求草魚提前餓養2-3天，排空泥土腥味，溫水汆熟，搭配米醋、白糖調製薑醋汁，追求近似蟹肉的鮮感。但如今絕大多數景區餐館早已簡化流程，選用速成養殖草魚，省略餓養步驟，土腥味難以去除，醬汁簡單勾兌，酸甜失衡。端上桌，魚肉鬆散，腥味明顯，醋汁齁甜。本地人日常聚餐極少，主動點西湖醋魚，食客大多是慕名而來的遊客。客觀來講，極少數老字號依舊能夠還原古法風味，可普通遊客很難找到。大部分人吃到的簡化版本完全配不上流傳千年的盛名，名氣巨大，良品率極低，成為西湖醋魚最大痛點。第5名，佛跳牆。佛跳牆，閩菜頭牌，宴席頂級硬菜。民間傳說，彈起婚香飄四鄰，佛聞氣禪跳牆來。光是這句詩句就把期待值拉到頂峰。鮑魚、海參、花椒、干貝、蹄筋、鴿蛋10幾種珍貴食材，長時間漫威，高端酒樓一份動輒幾百上千元。很多食客想象中，它是一口驚豔、層次豐富的頂級鮮味。現實體驗常常兩極分化，大量預製半成品佛跳牆，食材各自味道割裂，湯底濃厚卻缺少清鮮，各類食材燉煮之後口感軟爛，缺少嚼勁。更大的問題在於營銷泡沫，市面上大量平價罐裝佛跳牆進一步稀釋口碑，很多商家依靠名貴食材名稱抬高價格。內行清楚，一鍋正宗現煨佛跳牆工序極其繁瑣，耗時數日。市面上絕大多數成品僅僅是食材堆砌，很難形成融合一體的醇厚湯感。盛名之下，普通人很難吃到正宗版本。第4位，長沙臭豆腐。長沙臭豆腐火遍全國，短視頻隨處可見，黑色臭豆腐淋上紅油醬汁的畫面，宣傳文案反覆強調聞着臭，吃着香，但它的口味壁壘遠超很多人的想象。一部分人沉迷外酥裡嫩、鮮辣入味的口感，還有大量遊客始終無法接受濃烈發酵臭味。很多旅遊景區攤位工藝粗糙，豆腐內部乾柴，滷水味道單一，僅僅依靠辣椒、蒜末掩蓋缺陷。近些年，各地仿制臭豆腐遍地開花，品質參差不齊。不少遊客抱着人間美味的期待嘗試，最後只感受到刺鼻異味。它屬於典型的強地域風味小吃，被短視頻塑造成全民美食，忽略口味門檻，大肆宣傳，導致大量人打卡失望。第3名，脆皮五花肉。曾經席捲全網的網紅爆款美食，巔峰時期大街小巷隨處可見，視頻裡外皮金黃酥脆，油脂滋滋流淌，引得無數人排隊購買。熱度快速降溫，核心原因就是體驗落差極大。剛出爐的第一口確實酥脆香濃，但肥肉佔比極高，2-3口之後油膩感撲面而來。瘦肉部分容易乾柴，復購率極低，絕大多數人只嘗試一次。商家依靠視覺衝擊力制造流量，過度渲染美味，卻很少提醒它油膩的特點。火爆依靠獵奇和短視頻濾鏡，風味本身很難支撐長期熱度。潮水退去，大批門店快速倒閉，是典型被流量高估的美食。第2名，
北京烤鴨。北京烤鴨享譽全球，作為中國美食名片，知名度無可匹敵。但很多遊客坦言，專程到北京吃烤鴨，常常大失所望。根源不在於烤鴨本身，而是巨大的品控差距。正宗果木掛爐烤鴨，鴨皮酥脆，鴨肉多汁，餅、蔥絲、甜面醬搭配平衡。可北京大量景區周邊小店使用冷凍鴨、電烤工藝，鴨皮綿軟不脆，鴨肉乾柴。緊緊頂着北京烤鴨招牌，遊客不懂得區分門店，很容易踩坑。同時，超高名氣不斷拉高大眾預期，很多人想象它是無可替代的頂級美味，品嘗之後發現口味優秀，但很難達到預期中的震撼感。烤鴨本身無可爭議，只是龐大的名氣、參差不齊的市面出品，讓無數普通遊客收穫落差，常年躋身被高估美食榜單。第一名，螺螄粉。螺螄粉常年處於輿論風口，知名度橫掃海內外，線上袋裝銷量常年領跑小吃品類，宣傳不斷塑造國民小吃人間絕味的標籤。但不可否認，它擁有極高口味門檻，酸筍獨特發酵氣味，一部分人瘋狂熱愛，另一部分人完全無法接受。很多從未接觸的網友被短視頻不斷種草，鼓起勇氣嘗試，卻被濃烈氣味勸退。同時，市面上大量袋裝螺螄粉為迎合大眾口味，重油重辣，湯底鮮度依靠調料包，缺少傳統螺絲長時間熬煮的醇厚湯底。實體店品質同樣兩極分化。螺螄粉本身風味獨特，無可厚非。問題在於全網宣傳刻意弱化口味門檻，不斷渲染所有人都會愛上，導致很多人盲目嘗試之後倍感失望。綜合熱度、期待落差，位列榜單第一位。盤點完10大美食，我們再來理性總結幾個核心問題。很多人看完榜單會爭論，我很愛吃這一道，為什麼會上榜？這裡再次重申，榜單評判標準不是好不好吃，而是名氣和實際體驗的落差。造成美食被高估，通常離不開3大原因。第一，旅遊商業化改造。傳統名菜工序繁瑣，成本高，景區商家為加快出餐，壓縮成本，不斷簡化工藝，遊客吃到的早已不是原始版本。第二，互聯網流量放大效應。短視頻優先展示視覺效果，放大美食優點，刻意回避口味門檻，不斷拉高觀眾心理預期。第三，地域口味差異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發酵風味、重酸甜、重臭香的特色食物，本地人習以為常，外地食客很難共情。這裡還要區分2個概念，被高估不等於不好吃。西湖醋魚做得正宗，足夠雅致；佛跳牆精心煨製，鮮味無雙。豆汁是傳承100年的北方小吃，它們擁有獨特飲食文化價值，只是不適合所有人，不應該被包裝成人人必吃、無可挑剔的全民美食。放到餐飲市場，我們也能看見趨勢，大量依靠故事、包裝、網紅、濾鏡走紅的美食，熱度來得快，消退也快。能夠長久流傳的滋味，終究依靠穩定口感，而不是單純依靠宣傳造勢。美食從來沒有統一標準答案，有人痴迷螺螄粉，有人無法接受酸筍，有人深愛豆汁，有人聞之遠離。最好的美食體驗，從來不是跟着攻略盲目打卡，放下過高期待，接納風味的多樣性，不必跟風追捧網紅名菜，適合自己味蕾的才是真正的美味。那麼屏幕前的你，這10大美食你打卡過幾樣？哪一道你吃完覺得嚴重，名不副實？又或者你心中還有其他被嚴重高估的美食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。